大家来开箱大城一日游，看大城可以玩什么吧。那我们现在已经抵达大城了，带大家巡礼大城前，我们先来讲一下怎么从曼谷坐车来大城。那其实从曼谷坐车去大城主要是有2种交通方式，一种是搭火车，那火车的话票价就是范围比较广，最便宜的有到14块，然后最贵的可能就到300多块。那如果你选择搭火车的话，车程大概是1个半小时。那因为泰国的火车有时候会延迟，所以这一点的话需要注意一下。那火车的话，在曼谷的话有2个地方可以搭，就是曼谷那2个主要的火车站。那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方式是搭 mini van 到大城。那我们搭车的地点是在 Chatutu 的一个bus station， 有点像是台北的金站的概念。那这个 bus station 它就是会到各个曼谷以外的府，像是什么大城啊，或是下面的帕塔亚之类的，都可以去那边坐车，就是一个坐客运的概念。那我们在大城，如果要到大城的话，我们票价是70泰铢单程。那车程大概是1到1.5小时，就看路上有没有塞车。那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大城，因为它那个 bus station 是在一个室内的地方，就是它跟我们大城买票的地方跟 bus station 买票的地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如果要去大城的话，它是在一个天桥底下，里面也有卖就是售票的 building， 就去里面。然后它那个到大城的指示牌还蛮明显的，所以你就只要跟着指示牌走，然后看你要买几张，然后就付1张70块泰铢左右。那这以上就是从曼谷到大城的交通方式，供大家参考。要从曼谷到曼谷周围的城市，可以透过搭小巴的方式，而上车的地点就位于 Mochi Station 附近的客运总站。前往客运总站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直接搭计程车，那导航的终点站是 Chatuchak Coach Station Mochi 2。另一种是先搭到 Mochi Station， 再转搭计程车前往客运总站。抵达客运总站后，往大城的小巴会在右手边的天桥下，不是在客运总站这一栋里面，所以需要先过天桥到对面，就可以看到有一些景点可以从天桥下的售票处搭车前往。售票处位于 building 里面，一走进去就可以清楚的看到往大城的柜台是在哪里，上面也会标示价格是多少。买完票后，售票人员会说是要去哪一个月台搭车，往大城的车是在91、92月台，往月台的方向走，出去右前方就是了。往大城的小巴跟往南奔的小巴比起来，型号比较旧，冷气比较不良。小巴的座位总共有13个，如果售票员给的号码是比较中前面的话，建议可以到附近的商店先买点水或是吃点东西再上车，因为车上蛮闷的。抵达大城后，会放你在这个地方下车，而这个地方也是回曼谷的上车点，千万要记好位置。下车后会有很多嘟嘟车的商人询问你有没有需要包车，因为大城的景点都蛮近的，所以可以考虑包嘟嘟车或是直接用 boat 移动。OK， 那我们现在抵达大城的时间大概是1点左右。那因为我们早上就是肚子有点饿，还没吃饭，所以决定先到马哈泰市前面的咖啡厅吃点东西。那我那时候看到马哈泰市的咖啡厅前面有几个特点，就是因为他们就在马哈泰市的正对面，所以有一些咖啡厅他们会做落地窗，让大家可以在就是喝咖啡的同时，也可以看一下马哈泰的建筑物长什么样子。那接下来就跟着我一起去吃喝咖啡吧。在马哈泰市附近有几间咖啡厅可以选，每一间基本上都有标配落地窗，所以你就直接选一间有位置的进去就可以了。那我们吃的这间叫做 Borang Cafe and Restaurant， 菜单很厚一本，所以花了点时间决定要吃什么。本来以为这只是一间景观餐厅，没想到东西还不错吃，就是中间偏上一点点的这种好吃程度。推荐可以来边看古迹边享受午餐加吹冷气。我
我们点了一个套餐的 set， 加2瓣青木瓜，加2杯饮料，总共是757泰铢。套餐的 set 里面有1碗冬阴功汤、大头虾 pad thai、芒果糯米饭，价格来说，我觉得不会算太贵。Life in the hills, it ain't all bad. Wait by the phone till you call back. Drove to the beach with the top back, top back, top back. 现在我们要进去的是瓦拉加布纳拉寺，就在马哈泰寺的左手边。那一张外国人的门票是50块泰铢。那你进来的时候，他会检票。那如果说，因为其实这个建筑物里面，就这个古迹里面，它没有什么遮蔽的地方，所以蛮热的。如果说你进来的时候需要伞的话，它门口也有提供一把伞，就是这种绿色的。在拉加布纳拉寺里面有很多绿色的植被跟大树，遗址跟大自然交杂在一起，整个气氛非常放松。眼前的是因为战争而损毁的佛像。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马哈泰寺的左手边的一个塔，那它这个塔是可以攀爬上来的，没有像说在清迈的蔡迪龙寺，它可能就会写说 No entry， 就是禁止入内。那这个塔它是可以爬上来，所以我们可以爬上来看看说就是整个阿育陀耶古城的市景，然后感受一下当时的气氛。那这边要注意的是，就是它这个佛塔的楼梯有点陡，刚好一个脚掌宽的距离而已，所以我们在爬上来的时候要小心一点。我们现在上来它的主塔了，那一上来的时候有一种潮湿味，或是鸟屎味，分不出来。以前这边看过去应该是一个很壮观的，对，应该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那我们从这个主塔的周围可以看到底下有很多个佛像，那可以看到很多佛像都就是被砍了一半，主要是因为这里有发生缅甸战争。那它是在阿育陀耶王朝的最后一个战争，然后刚好阿育陀耶王朝给灭了，所以现在就有很多古城其实是有点断垣残壁的，你就可以看到有一些佛像被砍啊，或是有一些城墙被损。那好险是因为它这个城墙原本是用木造建筑，所以说它现在还可以保存得下来，就至少它经过大火的烧毁之后还可以，就是虽然说有烧毁痕迹，但还是可以看到它原本稍微就是建筑的形象。我只能说逛这个地方真的很热，它也没有什么遮蔽的地方，然后树也没有说很多，树是很多啊，但是就是无法让你乘凉。所以难怪他要让你借一把伞。对，所以他才要借你一把伞，如果有需要的话。所以大家来这边可以看准，就是最好找好的天气来，要不然你会每走一步就暴汗一次。现在在的地方是主塔前的寺庙。我们现在要离开瓦拉加布纳拉，然后现在要前往阿育陀耶王朝的皇宫区，也就是马哈泰寺。那它就在瓦查布纳拉的旁边而已，过个马路就到了。大家可以一起来看看。哇，也很大耶！哇，那现在我们就要前往马哈泰寺啊。那它是阿育陀耶王朝的皇殿遗址，也就是他们首都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皇室成员聚集的中心。它就在我的右手边。那我们现在就要先去买票 ，Go Go！ 就是这里，哇，马哈泰，这个就是战争的遗迹，就是因为当时可能是有火焰相关的攻击，所以就会有这种就是石头烧成灰的感觉。那在马哈泰是一样也要买门票，那外国人的话一样也是一个人500，就在售票口这边都有显示。那前面那边就有检票人员，就进去之后给他检票就可以进去参观马哈泰寺了。这个就是马哈泰的3D 模型，在重建之后大概会长这个样子，可以看出它真的是蛮壮观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主塔，然后旁边有一些寺庙跟小庙。2张门票准备进场。
马哈泰寺的规模比刚刚的拉加布那拉寺还要大很多，有更多的寺庙、小庙，还有佛塔。因为马哈泰寺是阿育陀耶王朝的皇室中心，所以佛像的数量也更多，随处都可以见到被破坏的佛像遗迹。在马哈泰寺里面有一个必看的景象，就是树中佛。那有相传说，树中佛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发生战争的时候，他们会把佛像的头砍下来。那有一个佛像的头就是滚落到菩提树上，然后被树包围起来。那这个大概就是树中佛的由来。跟树中佛拍照的时候要切记，就是你的身体不可以高于佛手，因为这个表示是对佛的不敬。所以它前面有一个木板，然后还有写说 not stand， 就是不要站着，就是你只能以坐着或是坐着以下的姿势来拍摄这个地方。Singing to you like I used to, baby. Look in my eyes and deny that you ever felt love this crazy. Doesn't matter if it's in my bed. Take it to the roof and play pretend. Act like this ain't never gonna end. 在这个地方可能是它马哈泰寺里面的一间寺庙，然后可以看到它底座有2、4、6、8、10根柱子，那一根柱子可能就这么长，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出来这么长，然后前面有摆一些佛像。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原本寺庙应该是蛮大的，就是光柱子就这么长，然后可能跟整个宽度啊、高度啊都很大。然后但是因为经过战争的关系，所以它有一些柱子都被砍掉了，就是被损毁了。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以前多么的雄伟。可以看到这个寺庙里面到处都有佛像，所以它以前应该是阿育陀耶王朝里面的一个寺庙的中心，看得出来它宗教的信仰非常的虔诚。这边就可以看到刚刚的寺庙，叫做瓦拉加布纳那寺庙。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地方看起来像是马哈泰寺的主塔，就是那时候我们看到3D 建筑物里面最高的那个地方，应该就是在这个地方。但它现在的高度已经没有像其他旁边的佛塔这么高了。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它经过了缅甸战争的攻击，就是战争之后，它可能因为它是主要的，所以它被打得比较惨，所以它也损坏的比较严重，才会导致它现在的高度没有像其他旁边的小型佛塔这么高。那我们现在差不多逛完马哈泰寺了，接下来要去其他地方看。那因为就是这个寺庙它真的没有什么遮蔽物，所以逛起来真的是蛮热的。建议不要在正中午的时候来，像我们现在大概是下午3点多、2点多，还是有点热。结束了马哈泰寺的观光之后，我们接下来要去的另外一个寺庙是柴瓦塔那寺，有点忘记是不是这个念法，因为它名字很长。那它又称为贵妃庙，那它是在大成王朝时期，也算是一个马哈泰寺一样蛮知名的建筑。那它比较特别的是，它算是保存的蛮完整的，因为它不在就是大成王朝的首都这一区里面，它是需要过河的，所以它可能因为离主战场比较远，所以它就比较少受到波及。那它主要是受到高棉建筑的影响，所以又被称为泰版的小吴哥窟。那等一下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寺庙的特色吧。我们现在抵达柴瓦塔纳兰寺了，那这边一样要买票，一样是外国人一个人50块泰铢。那这边蛮特别的是，它对面就有蛮多间租泰服的地方，所以如果你有来大成，而且想要体验泰服的话，可以到对面看看。对面至少也有大概5家以上的，大家可以参考看看。那我们在这边也看到，刚刚也看到蛮多人是穿着泰服进去拍，或者刚拍完泰服出来。柴瓦塔纳兰寺，Go Go！真的超多人在拍泰服的，我的天啊，比我那时候在清迈遇到的人还要多。
我那时候去清迈的时候都没什么人来拍泰服，而且这里拍也蛮好看的啊。哇，那里有几个是那个公主跟她的士兵哎。对啊，因为旁边还有士兵的头盔拖在那个旁边的椅机上。真的耶！而且这里的泰服种类好像蛮多的，像刚刚就有看到有人是以士兵吗？不知道是士兵还是皇族子弟的穿搭，因为他们都有配件啊，还有配一个头盔。哇，这个也太华丽了吧！不知道这里的泰服多少钱？看到蛮多都蛮好看的，都兵工相向。哇，蛮好看的耶这里。哇塞！这里就是泰版小吴哥窟。哇塞！哇，但是这里的头也都不见了。对，但至少只有头不见，另外一边是身体也不见了。对，然后建筑也不见了，这里建筑大概都还保留。而且这里来拍泰服的感觉比较像本地人。这里又称为贵妃寺，是在大成时期的某一任国王为了纪念他的母亲而盖的寺庙。在我前方呢，就是昭披耶河，也是在阿育陀耶王朝里面的主要的城河。那有很多建筑物、寺庙都围着这个昭披耶河在盖，所以有时候可以坐着船导览，算是一个蛮不错的选择。那除此之外，就是在昭披耶河里面，它也是阿育陀耶王朝时期的重要的运输河。所以说，当你来大城的时候，你也可以体验看看，就是坐船，然后渡河，就像你在郑王庙那样，就也可以坐船渡河。而且我觉得真的算蛮完整的，就是它有一些佛塔，基本上它的高度都还是有，然后主塔也没有倒得很夸张。就是没有像哈马泰寺一样，就是整个被拦腰砍断。马哈泰寺。这有一些都有在修缮。好。我们大城遗迹就走访了3个，分别是马哈泰寺，然后还有马哈泰寺左手边的一个佛塔，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比较边这边的柴瓦纳兰寺。那我觉得就是这里的风格都蛮特别的，它算是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所以它保留的就是也会定期在修复古迹。然后因为它本身用石头造的建筑物，所以说虽然说它有经历过战争或是地震，但它还没有，就是还可以稍微看到古城的影子。那如果说你也对泰国历史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来阿育陀耶的这个首都看看，感受一下在以前泰国王朝时期的历史风味。我们现在上了回曼谷的 Mini Van， 然后是5点半左右，不知道是不是最后一班。因为我们是这台车的最后2个人。那你搭 Mini Van 的地方，就是你要回曼谷的地方，跟你那时候从曼谷来Ayutthaya 是一样的点，就是它在同一个站里面。所以如果你要回程的话，也是回你下车，你那时候来Ayutthaya的下车点，然后你就是一样是单程1张票70块，70泰铢。然后你就是可能要问他一下，说就是回去的班次到几点？因为我们刚刚就坐计程车的时候，司机大哥说，可能5点的时候那个 Mini Van Bus Station 就关了，所以建议还是要就是来问一下工作人员，说到底他开到几点，就最晚回去的车是几点？对，那我们回曼谷大概是6点半左右。那如果说你最后真的没有 Mini Van 的话，你也可以去选择搭Ayutthaya的train station， 那它也会有车，然后票价也比较便宜，但就是它可能班次比较固定，所以可以选择看你要搭哪一个车回曼谷。那今天我们的大城之旅到此结束。